新加坡政府为了提高粮食自给率，开始鼓励当地人利用闲置的空间种植蔬菜水果。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停车场的顶楼找到了这一个空中农场。不大的农场取名 Newtopia， 用自然元素打造全新的乌托邦。这个算是堆肥，对，你们会拿来用来做什么？就是撒在全部的泥土上面哦。给它水分没有这么容易流失，二来就它的保湿度啦，最主要是我们要做的那个什么啊，蚯蚓肥啊，养蚯蚓啊。温暖又潮湿的环境是蚯蚓的完美天堂，有蚯蚓生存，代表着这批堆肥有满满的养分。厨余经过蚯蚓消化后排出的粪便，就是天然有机肥。木材厂的木屑、水果行的果皮残渣，还有拔下来的杂草，都是制作堆肥最好的天然原料。最后再淋上自制的酵素，每3天翻搅一次，就能让垃圾变黄金。第一年是算蛮好的，我们有大概10串香蕉，就是分给我们的邻居。有些那个番薯叶，我们收成了几十轮了，有了，就是已经分给了很多人。小小的顶楼农场，从建立、填土、埋设水管到蔬果的采收，全靠周遭居民一起照顾。有了第一次丰收的经验，团队成员也考虑未来扩大规模。要拿去卖，拿去哪里，那种也是有规划啦。只是说，这个是 second 的另外一个计划，因为这里是老人公寓，我们这里这几个 building 都是老人家住的，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我们有的是精力跟钱财啊，也许是这样讲啦，所以我们要的就是2个合在一起，才可以真正发挥这个位置的功能。同样是建筑顶楼，这里的空中农场种了满满的香料植物。那这边就是那些菜呀，那个芫荽，是香菜吗？叫芫荽吗？芫荽。你们这边也叫芫荽？我们叫芫荽。对。哦，这个是番蛋。哦，这个吗？这个呀，这个是番蛋。对。哦，这是番蛋，你可以闻到哎。我有闻到。从华人世界常见的香菜到东南亚特有的斑斓，为这栋城市建筑增添了许多香气。在农业不发达的新加坡，也帮社区居民的餐桌加了不少菜色。看似小型的社区菜园，但其实都是新加坡政府的粮食战略计划。新加坡农地只占了国土面积的1%，有90%以上的粮食仰赖进口。不过，受到气候变迁以及疫情冲击，全球粮食短缺，国际物流停摆，新加坡政府有了危机意识，要提高国内粮食自给率，开始有了城市农场的计划。We utilize alternative spaces to turn into productive farmland so that we can produce vegetables for Singapore. So we are close to a lot of the restaurants, and that was primarily where we sent a lot of the vegetables to. So the restaurants benefited because they managed to get vegetables that were harvested fresh daily, and they would reach their plates on the same day.
空中农场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9年的纽约，欧美许多都会城市已经引进。新加坡是都市国家，政府和民间企业合作，利用公有停车场顶楼空间，以水耕法栽种蔬菜，光是1年就有18吨的产量，相当于1125个新加坡人1年吃下的叶菜总量。Potentially, we could look at farms within each estate producing just for that estate. That means that your vegetables don't have to travel very far to get to the supermarkets to then get to you. 从农场到餐桌等于自家顶楼到厨房的距离，这样的模式在国土面积几乎已经被开发的新加坡找到了农业新的出口。